当你第一次听到混沌这个词，脑海中浮现的是什么画面？也许是狂风骤雨中翻涌的云层，也许是汹涌海面上无序的浪花，也许是暴风雨夜里一道道撕裂天空的闪电。这些直觉都没有错，但它们恰恰遮蔽了混沌最本质的特征。真正的混沌恰恰是秩序达到极端时的产物。让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想象你面前有一台精密的天平，你在天平的一端轻轻放上一根羽毛，天平缓缓倾斜，你再加上一点重量，天平继续倾斜。这是一个线性系统，原因和结果之间有着简单、直接、可预测的关系。输入加1分，输出就加1分，绝不多也绝不少。牛顿力学统治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线性宇宙，在那里，桥梁可以被精确计算，卫星轨道可以被提前数十年预测，行星的运动可以被完美预言。但如果我们给这台天平施加一个微小的干扰呢？如果天平本身具有某种特殊的形状，使得羽毛的重量会导致整个结构的轻微震动，而这些震动又会反过来影响天平的倾斜角度呢？这时，线性关系开始瓦解，原因和结果之间不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一个微小的输入可能产生巨大的输出，而一个巨大的输入也可能被系统完全吸收，不产生任何可见的效果。这就是非线性，这就是混沌的开始。科学家们用了很长时间才真正理解这一点。在20世纪中期之前，大多数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都认为，如果一个系统是由确定的数学方程描述的，那么它就一定是可预测的。毕竟，数学方程是冰冷的、精确的，没有任何随机性的东西，它们怎么会产生不可预测的结果呢？1963年，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给出了答案。洛伦兹当时正在用计算机模拟大气运动，他使用的是一组只有3个方程的简化模型，3个方程，3个变量。今天任何一台普通电脑都能轻松处理。按理说，这样的系统应该非常容易预测，但洛伦兹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他发现，当他把一个变量的初始值从 0.506127 4舍5入成 0.506 时，这个变化小到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计算机重新运行的结果竟然完全改变了。3个月的天气模拟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轨迹。这不是计算机出了故障，也不是它的方程写错了，这是宇宙本身在说话。洛伦兹发现，这个只有3个方程的简单系统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不是因为方程有问题，而是因为这个系统的特性使得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会被无限放大。一粒尘埃大小的误差在足够长的时间后会导致整个系统的轨迹完全不同。你可能想问，这样的系统怎么还能说是有秩序的呢？答案是，它的秩序不在于你能预测它的具体状态，而在于它遵循着某些深层的数学规则。混沌不是无序，混沌是一种极其精密的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数学结构，它是确定系统内部自发产生的不可预测性，使秩序在极端条件下展现出的另一种面孔。如果我们用更精确的语言来描述，混沌系统有3个关键特征。第一，它必须是确定性的，系统本身由明确的数学方程描述，
不存在任何随机因素。第二，它必须对初始条件高度敏感，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会导致最终结果的巨大差异。第三，尽管轨迹在不断分叉和演化，但系统本身永远不会跑出某个明确的边界范围。这三个特征共同构成了混沌的数学本质。这就好像一幅用极细的笔触画成的画，如果你站在远处看，你看到的是一个清晰的图案，那是一个限定的、边界分明的形状。但如果你拿起放大镜凑近看，你会看到笔触中隐藏着无限复杂的细节，每一处转折都通向完全不同的方向，而所有的轨迹都被限制在最初那个整体的轮廓之内。这就是混沌，它既精密又混乱，既有限又无限，既可描述又不可预测。理解这一点，是我们走进混沌世界的第一步。而当你真正理解混沌之后，你会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那些你以为杂乱无章的自然现象，风的流动，水的漩涡，心脏的跳动，市场的波动，可能都隐藏着这种精密而深邃的混沌秩序。1814年，法国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完成了他著名的概率论哲学导论。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一个令整个科学界心驰神往的思想实验。拉普拉斯设想，如果存在一个精灵，后来被称为拉普拉斯妖，他拥有无限敏锐的感官，能够知道某一时刻宇宙中所有原子的确切位置和速度，那么这个精灵就能够计算出整个宇宙的全部过去和全部未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对人类的冲击。在拉普拉斯妖的世界里，宇宙不再有任何秘密，一切都已经写好，一切都将按剧本演出。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它们只是同一个数学方程的不同解。你的出生，你的每一个选择，你的死亡，都只是宇宙演化的必然结果。甚至连你此刻正在读这段文字这件事，也早在宇宙诞生之初就已注定。这个设想让整个科学界沉浸在宇宙是可预测的狂热中整整150年。在那段时间里，物理学一路高歌猛进，牛顿力学揭示了天体运动的规律，电磁学统一了光和电磁现象，热力学建立了能量守恒的框架。科学家们开始相信，宇宙是一台精密的机器，只要我们足够努力，足够聪明，总有一天会读懂它的所有零件和所有运转规则。拉普拉斯妖的信仰建立在两个看似坚不可摧的信念之上。第一，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由原子和分子构成的，而原子和分子的行为遵循牛顿力学定律。第二，只要我们拥有足够精密的测量仪器，就能够测量出宇宙任意时刻的完整状态。然而，在20世纪初，这两大信念几乎同时崩塌了。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时，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他发现，能量的传递不是连续的，而是一份一份的。最小的能量单元后来被称为量子。这个发现彻底改变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基本认知。物理学家们意识到，原子并不是经典力学中描述的那种光滑的小球，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行为规律。
1927年，维尔纳·海森堡提出了他那著名的不确定性原理。这个原理说的是，在一个量子系统中，你永远无法同时精确测量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你测量的越精确的位置，你就越无法知道它的速度；你测量的越精确的速度，你就越无法知道它的位置。这不是人类技术的限制，这是量子力学的基本法则。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彻底击碎了拉普拉斯妖的第一个信念：就算宇宙中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精灵，它也无法同时知道所有粒子的精确位置和动量，因为这些属性在量子层面本来就是不确定的。这不是测量仪器的精度问题，而是宇宙本身在根本层面的不确定性。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即使我们暂时忽略量子力学的限制，经典力学本身也藏着一个致命的陷阱。洛伦兹在1963年的发现告诉我们，即使在纯经典的确定性系统中，混沌效应也会使得长期预测变得不可能。关键在于混沌效应这个词。在一个混沌系统中，初始条件的一个微小误差，比如说一个原子的位置差了0.0000001毫米，会在系统演化过程中被指数级放大。这个放大过程有多快？让我们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假设在一个混沌系统中，初始误差每秒钟翻倍，那么1秒钟后误差变成2倍，10秒钟后误差变成1024倍，20秒钟后误差已经超过了10亿倍。这意味着，如果你想预测1个月后的天气，你需要在1秒钟之内测量地球大气的每一个分子的状态，精度高到小数点后无限多位。这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测量本身就会引入误差，而环境中的热噪声会彻底淹没任何超精密的测量信号。所以，拉普拉斯妖的第二个信念也是站不住脚的。即使这个精灵存在，他也无法完成自己的使命，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而是因为预测本身就会破坏预测的准确性。测量行为本身就在改变被测量的系统，而宇宙中的随机涨落永远不会停止。这就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哲学悖论：如果连全知全能的精灵都无法预测宇宙，那么我们这些有限的凡人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混沌不是宇宙中的例外情况，而是常态。拉普拉斯妖不仅不存在，而且即便存在，也无法完成它的使命。但更有趣的是，这种无法预测本身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相反，当我们意识到宇宙在根本上是不可预测的时候，我们反而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如果我们的一切都是早已注定的，那么选择还有什么意义？但混沌告诉我们，明天还没有写好。你此刻的每一个选择，读这篇文章而不是做别的事情，选择今晚早睡而不是熬夜，都在参与书写一个真正开放的未来。这不是宿命论的崩溃，这是自由意志的数学基础。196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间实验室里，爱德华·洛伦兹正在用计算机模拟天气。那时候的计算机不像今天这样小巧精致，而是一台占据整个房间的庞然大物，耗资相当于今天的数百万美元。洛伦兹正在运行一个他自己设计的天气模型，一组简化的大气运动方程，只有12个变量。
在一次运行中，洛伦兹想重复之前的一个模拟结果，他让程序从头开始，但这一次他没有输入完全相同的初始条件。他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完全合理的操作，他把初始条件从小数点后6位四舍五入到了小数点后3位，然后把修改后的数据输入计算机继续运行。他的期望是，新的模拟应该和之前的模拟非常接近，毕竟他只改变了小数点后第4位以后的数字，这些差异在日常语言中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但结果让洛伦兹目瞪口呆，新的模拟结果不仅和之前不同，而且完全不同。2条轨迹在一开始几乎是重叠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分叉，越走越远，最终走出了毫无相似之处的路径。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的诞生时刻。后来，洛伦兹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中写道，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能否在德克萨斯引发一场龙卷风？这个问题后来被媒体简化和传播，变成了今天家喻户晓的蝴蝶效应比喻。但这个比喻实际上大大低估了真实情况的深刻性。媒体宣传的蝴蝶能引发龙卷风，听起来像是一个诗意的比喻，暗示着微小的因素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但真相远比这个比喻更冷酷。蝴蝶效应在数学上的含义是，在某些系统中，任何微小的扰动都会被指数级放大，最终导致系统走向完全不同的结局。而且这个放大过程是瞬时的、不可抗拒的。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点。在线性系统中，误差是可控的。如果你的测量有1%的误差，你的预测结果也有大约1%的误差。误差不会无限累积，而是会稳定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这使得长期预测成为可能。在牛顿力学的框架下，你可以提前几十年计算出行星的轨道，因为误差不会随着时间积累到失控的程度。但在混沌系统中，情况完全不同，误差不是线性累积的，而是指数增长的。这意味着，如果你今天对某个混沌系统状态的了解有一点点不精确，那么1年后的预测误差将比你今天不知道的信息还要多。1年后你的预测实际上并不比你随便瞎猜更准确。这就是混沌的核心诅咒，它让长期预测变得本质上不可能。但这里有一个微妙而重要的细节，混沌的不可预测性并不是说系统是完全随机的。随机性和混沌之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随机性意味着系统本身没有规律，你无法用数学方程来描述它的行为，但混沌是确定性的，它完全由数学方程控制，没有任何一个变量是真正随机的。问题在于，这些方程的行为是如此复杂和敏感，以至于我们无法从数学上获得精确的长期解。用一个不太完美的比喻，想象你在一条狭窄的山脊上行走，山脊的左边是悬崖，右边也是悬崖，你每走一步都有极微小的向左或向右的倾斜。山脊本身是固定的，你的路径在理论上是可以预测的，每一步的倾斜方向和程度都由重力和你身体的平衡决定。
但实际上，你不可能精确计算你最终会走向哪一边的悬崖，因为每一步的微小偏差都会累积，每一步的方向都可能因为极细微的因素而改变。这个比喻的局限在于，它暗示混沌只是累积误差的问题，但真正的混沌远比这更深层。在混沌系统中，误差不是慢慢累积的，而是被系统主动放大的。混沌系统就好像内置了一台放大器，它把每一个微小的扰动都主动捕捉并放大。洛伦兹方程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只有3个方程，却能产生宇宙中最复杂的运动轨迹。3个变量，3个方程，1个放大器，这就是混沌的数学本质。现在，让我们回答一个你可能一直想问的问题：既然混沌无处不在，为什么我们的世界还没有陷入彻底混乱？为什么地球还能年复一年地绕着太阳转，而不是在某天突然被甩向宇宙深处？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器官还能正常工作，而不是在某刻突然崩溃？答案在于，混沌和稳定并不是对立的。实际上，许多自然系统同时具有混沌和稳定的特征。地球围绕太阳的运动在短期和中期是高度可预测的，这是因为在太阳系这个尺度上，行星之间的引力相互作用虽然复杂，但还没有强到触发真正的混沌状态。但是在更长的地质时间尺度上，行星轨道确实会表现出混沌特征。古气候学家发现，地球过去冰河期的发生时间就部分受到行星轨道混沌变化的影响。我们的大脑和心脏也是类似的例子。心电图看起来有规律的跳动，实际上是由混沌动力学控制的。心跳的间隔时间在毫秒级别上有着微妙的不规则性。神经科学家发现，大脑中的神经元放电模式也具有混沌特征。这些发现不是令人担忧的，而是令人安慰的。正是因为这些系统具有适当的混沌特性，它们才能灵活地应对环境变化，而不是僵硬地走向崩溃。如果把洛伦兹方程的所有解在3维空间中画出来，你会看到一个令人窒息的几何结构。它像一只展开翅膀的蝴蝶，又像一个扭曲的眼球，在空间中优雅而复杂的旋转，永不重复。这就是著名的洛伦兹吸引子，它是人类第一次用数学语言描述混沌的几何本质。洛伦兹吸引子可能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数学对象之一。让我试着带你在脑海中构建这个图像。想象你面前有一团燃烧的火焰，不是普通火焰的橙红色，而是一团由纯粹的光和数学构成的存在。它有2片向外展开的翅膀，每一片都像是一只蝴蝶的翅膀，轮廓清晰，边缘却不规则。这2片翅膀不是静止的，而是不停地旋转、扭曲、折叠、回环，轨迹线在这2片翅膀之间穿梭，一会儿在这片翅膀上盘旋，一会儿跃迁到另一片翅膀上，然后又回来，永不停止，却永不重复。这个结构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矛盾性，它既是有限的，轨迹永远不会超出这个蝴蝶的边界，又是无限的，轨迹永远不会重复。想象2条初始位置只相差 0.0001 毫米的轨迹，它们在最开始几乎是重叠的，在同一个翅膀上旋转。但随着时间推移，你开始看到它们分叉，
一条向左盘旋得更深一点，另一条向右偏移了一点。再过一会儿，它们已经完全分开，甚至分别处于不同的翅膀上。它们曾经如此接近，现在却永远分离了。这正是混沌最深刻的哲学隐喻。在洛伦兹吸引子的世界中，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导致了轨迹的永久分离，相邻却永不相遇。这难道不也是我们人生的一种写照吗？两个人曾经有过相似的起点，但一个微小的选择差异，一个决定去 A 城市而不是 B 城市，一个选择和 A 人结婚而不是 B 人，最终让他们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在宇宙的时空中永远分离，再也不会相遇。但1975年，数学家米切尔·费根鲍姆发现了混沌系统中一个更诡异的规律。这一发现让混沌理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维度。费根鲍姆在研究一类叫做罗辑斯蒂映射的混沌方程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罗辑斯蒂映射是一个描述人口增长的简单方程，它模拟一个物种的数量如何在有限资源的环境中增长和减少。费根鲍姆发现，当这个方程的控制参数变化时，系统的行为会经历一系列分叉，从稳定状态突然分裂成2个稳定状态，然后又分裂成4个，4个分裂成8个，如此继续。但在某个临界点之后，分叉开始加速，越来越快，最终系统进入了混沌状态。费根鲍姆测量了分叉之间的间隔比例，他发现了一系列数字，而它们都趋近于同一个常数 4.6692。 这个数字后来被称为费根鲍姆常数。这个发现的意义是深远的。费根鲍姆发现，某些看似完全不同的混沌系统，它们可能来自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完全不同的领域，竟然遵循着同一个数字 4.6692。 这个常数就好像混沌世界中的普朗克常数，它是混沌王国里的一面旗帜，宣告着混沌不仅仅是各种系统各自为政的混乱行为，而是所有这些系统在深层数学结构上的统一。这意味着混沌有它自己的秩序，不是混乱的无序的秩序，而是另一种秩序，一种基于费根鲍姆常数的秩序，一种在任何混沌系统中都能找到的共同模式。这个发现让我们意识到，混沌不是没有规律，混沌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而且这些规律是普世的。如果你还记得第1章中提到的混沌系统的3个特征，那么费根鲍姆的发现给了我们第4个特征：混沌系统具有普世的分叉结构，而这个结构由费根鲍姆常数量化描述。这个常数就好像宇宙中的一把尺子，它测量的是混沌本身。费根鲍姆常数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它告诉我们，混沌和有序之间的转变也遵循着某些规则。一滴水从稳定到混沌，一颗心从规律跳动到心律失常，一个社会从稳定运转到突然的变革。这些看似完全不同的现象，在数学上可能遵循着相同的分叉规律，这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又深入了一层。混沌不是例外，混沌是宇宙在不同尺度上反复展现的一种基本模式。在牛顿的世界里，宇宙是一个精密的线性机器，输入 A 得到输出 B，
输入 A 加1%，就得到输出 B 加1%。这是一个简单、可加、可预测的世界。工程学、桥梁设计、卫星轨道、摩天大楼的力学分析，这些辉煌的人类成就都建立在线性系统的基础之上。线性的世界里，叠加原理生效。如果你把两个输入分别作用于一个线性系统，然后把结果加起来，这个和等于把两个输入加在一起后作用于系统的结果。这在数学上叫做可加性。这个性质让工程师们可以分解复杂的问题，把一座桥梁承受的各种力分解成风力、重力、地震力，分别计算，然后再加起来得到总效果。但现实世界几乎所有有趣的现象都是非线性的。生态系统中的人口变化、人体的血糖调节、大气层的温度分布、股票市场的涨跌，当系统的组成部分开始相互作用时，线性叠加原理就彻底失效了。让我们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理解线性和非线性的天壤之别。假设你在一杯水中加入一勺糖，糖溶解了，水变甜了，你再加一勺糖，水变得更甜了。这是线性的，原因和结果成正比。但如果你加的不是糖，而是酵母呢？加入一点点酵母，什么也没发生，再加一点点，仍然没什么变化。但当你加到某个临界量时，啪，酵母突然开始发酵，产生气体，液体开始冒泡，温度开始上升。这是一个非线性的系统，输入必须达到某个阈值，系统才会产生响应。而一旦响应开始，结果往往超出预期。非线性系统的另一个特点是反馈。在线性系统中，输入和输出是单向关系，你推一下，扯动一下。但在非线性系统中，系统的输出会反过来影响系统的输入。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麦克风靠近扬声器时的情形。麦克风接收到声音，把声音信号放大后，通过扬声器输出，扬声器输出的声音又被麦克风再次接收，再次放大，再次输出，如此循环，声音越来越响，最终变成刺耳的啸叫。这就是正反馈导致的非线性震荡。在我们的身体里，正反馈和负反馈无处存在。血糖调节就是一个负反馈系统。当血糖升高时，胰腺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促进细胞吸收血糖，血糖降低。当血糖过低时，胰岛素分泌减少，胰高血糖素开始工作，升高血糖。血糖就在这种负反馈调节下保持在健康的范围内。但如果你打破了这个非线性平衡，比如胰岛素分泌不足，系统就会失控，导致糖尿病。这是一个危险的非线性效应。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一个深刻的问题：如果世界真的是线性的，会发生什么？线性世界里，加一分就得一分，没有意外的惊喜，也没有意外的灾难，一切都是可预测的，一切都是可叠加的。这个世界里的工程学会非常发达，但这个世界里可能不会有生命，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个高度非线性的系统。DNA 的复制、细胞的分裂、大脑的信号传递，所有这些生命的基本过程都依赖于非线性效应。酶催化反应是生命中最基础的非线性过程之一。一个酶分子可以在1秒钟内让数千个底物分子发生反应，
效率比普通化学反应高出数十亿倍。这是因为酶和底物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物理接触，而是一个复杂的分子识别过程。底物必须精确地嵌入酶的活性位点，就像钥匙插入锁孔一样。这种锁钥关系本身就是非线性的。结合度随着底物浓度的变化不是线性增长，而是在某个浓度达到峰值后反而下降。生命还依赖于自组织现象。自组织是指一个系统在没有外部指令的情况下自发地形成有序结构。鱼群的同步游动，鸟群的协调飞行，萤火虫的同步闪烁，这些都是自组织的例子。自组织是非线性系统的一种涌现性质，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呈现出组成个体所不具备的行为特征。最著名的自组织例子之一是贝纳德对流。当你均匀加热一锅液体时，在某些条件下，液体会自发地形成规则的对流单元格，热的液体上升，冷的液体下沉，形成类似蜂窝状的六边形结构。这种有序结构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液体内部自发产生的。驱动这种自组织的是温度差造成的密度差，以及由此产生的浮力和粘滞力之间的非线性平衡。所以，当我们说恰恰是这些非线性的混沌系统才是产生生命、意识、创造力这些有意思的事物的土壤时，这并不是一句诗意的感叹，而是一个严格的科学事实。如果世界真的是线性的，也许就不会有你了。生命本身就是混沌和秩序的交织，是非线性在某个特定参数范围内展现出的奇妙平衡。今天出门要不要带伞？你可能会看天气预报，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有趣的事实？现代天气预报之父正是那个发现蝴蝶效应的人。爱德华·洛伦兹在发现混沌效应之后，坦然承认，气象预报的有效期最多只有2周。这不是技术限制，而是数学上的不可能。要理解为什么气象预报从根本上无法做到绝对准确，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天气预报背后的数学。大气运动遵循一组叫做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偏微分方程。这组方程描述了流体在外力作用下的运动规律。令人头疼的是，这组方程本身就是混沌方程。这意味着，如果你想预测2周后的天气，你需要知道地球每一寸土地上每1秒钟的温度、气压、湿度、风速，精确到小数点后无限多位。这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噪声的世界里，每时每刻空气分子都在做永不停歇的随机运动，这就是热噪声。这种随机运动会产生微小的扰动，而对于混沌系统来说，任何微小的扰动都会在足够长的时间后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更要命的是，你的测量行为本身就在改变被测量的系统。你把温度计放进空气中，温度计本身就会影响周围的温度分布，而这种影响又会通过混沌效应放大。所以，气象学家的工作并不是预测天气，而是模拟天气。他们用超级计算机运行大气模型，用数以百万计的数据点描述大气的当前状态，然后用数学方程推演这些数据在未来时间点上的变化。
但即使是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面对混沌方程，也只能挣扎着前进几天到10几天。这引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如果天气预报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那气象学家为什么没有失业？答案在于，混沌系统中存在着一个叫做预测窗口的奇妙现象。虽然我们无法做长期预测，但在短期内，系统仍然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关键在于短期有多短。在混沌理论中，有一个叫做里亚普诺夫时间的概念，它衡量的是系统失去可预测性的速度。对于大气系统来说，里亚普诺夫时间大约是几天，这意味着大气状态每过几天就会因为混沌效应而忘记它的初始条件。所以，气象学家能做出相对可靠的未来3天的预报，却永远无法预测2周后的天气。更精确地说，大气预测的准确率大约每5天下降10%，这意味着3天的预报准确率大约是70%，5天的预报准确率大约是60%，10天的预报准确率大约只有50%左右。10天后的预报其实和一个有经验的天气预报员凭直觉猜测差不多准确。但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现代气象学家发现，通过集成预报的方法，可以略微延长可预测性窗口。集成预报的思路是，不做1个预测，而是做100个预测，每个预测都使用稍微不同的初始条件，然后你观察这100个预测的结果分布。如果这100个预测大致一致，你就对预报结果有信心；如果它们分歧很大，你就知道这个预报的可靠性很低。这种方法在数学上利用了混沌系统的另一个特征。尽管长期轨迹是不可预测的，但系统的吸引子结构，也就是系统倾向于趋近的状态，在短期内仍然是稳定的。集成预报实际上是在估计系统可能的概率分布，而不是精确预测单一的未来状态。这给我们的启示远远超出了气象学领域。如果我们把天气预报换成股市预测、人生规划、社会变革趋势呢？这些领域同样充满了混沌效应。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每一个预测，职业发展、经济前景、人际关系，其实都面临着和天气预报相同的根本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预测、放弃计划。相反，理解了预测的边界之后，我们反而能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天气预报告诉你带伞，但不会告诉你龙卷风何时来袭，这就是预测窗口的含义。同样，你的人生规划可以告诉你未来几个月内应该重点做什么，但不应该试图精确规划20年后的每一天。接受预测的边界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如果混沌描述的是系统在时间上的行为，那分形描述的就是系统在空间上的形状。它们就像硬币的两面，共同揭示着非线性世界最深层的几何结构。让我们从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开始：英国海岸线有多长？1967年，数学家本华曼德·布罗特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英国海岸线有多长？统计自相似性和分数为》。在这篇论文中，他回答了这个问题：英国海岸线的长度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尺子去测量它，
用100公里的尺子测量，海岸线大约是10000公里；用10公里的尺子测量，长度变成了25000公里；用1公里的尺子，长度变成了大约15万公里。如果用1米的尺子去量，长度会变成几十万公里；如果用毫米级的尺子，长度会变成天文数字。曼德布罗特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海岸线的长度不是有限的，而是无穷的。只要你无限地提高测量的精度，但同时海岸线所围起来的面积却是有限的。无穷的长度，有限的面积，这就是分形的第一个惊人特征。分形是一种特殊的几何结构，它具有自相似性。在不同的尺度上观察分形，你会看到相似的图案。用更精确的尺子去测量海岸线，你看到的不是越来越平滑的曲线，而是越来越复杂的细节。更多的海湾、半岛、岩石、碎石，每一层都包含着与整体相似的结构。当你放大一块岩石时，你看到的纹理和放大整个海岸时看到的结构有着某种相似性。再放大到一粒沙粒，它的轮廓又和岩石相似。分形是混沌的几何伴侣，这不是一句空洞的修辞。洛伦兹吸引子本身就是分形结构。当你用越来越高的精度去观察它时，你会发现无限复杂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在某种程度上与整体结构相似。分形维数是区分混沌系统和随机噪声的关键工具。真正的混沌信号具有分形维数，而纯粹的随机噪声则没有。自然界的分形无处不在，山脉的轮廓是分形的，从远处看是连绵起伏的山峦，从近处看是嶙峋的岩石和碎石，每一层都展示着相似的粗糙纹理。河流的分支是分形的，主干分成支流，支流分成小溪，小溪分成更细的水道，形成了一个无穷分支的网络。这个网络的每一层都与整体有着自相似的结构。树枝的生长是分形的，主干分叉成大枝，大枝分叉成小枝，小枝又分叉成更细的枝条，呈现出精确的自相似模式。甚至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是分形的杰作。肺部的气管和血管网络是分形结构，从主支气管到越来越细的支气管分支，形成了一个极其高效的气体交换网络。这种分形结构使得我们的肺部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内拥有巨大的表面积。如果把一个人肺部的所有气体交换面积铺展开来，大约相当于一个网球场的大小。人类大脑的皱褶也是分形的，大脑皮层的折叠模式在不同尺度上展示着自相似性。复杂的皱褶让我们的大脑能够在有限的颅腔内拥有尽可能大的皮层面积。花椰菜是自然界最完美的分形例子之一。拿一颗罗马花椰菜，你仔细观察它，每一朵小花看起来都像是整个花椰菜的缩小版。你掰下一朵小花放在原来的花椰菜旁边，它们看起来几乎完全一样。再掰一朵，再掰一朵，你得到了无限多的相似花朵。这就是自相似性的视觉表现。曼德布罗特提出的分形维数概念，让我们能够量化这种无限复杂的结构。传统几何中，点是0维，直线是1维，平面是2维，立体是3维。但分形的维数可以是分数，
比如说 1.26 维、1.58维、2.73维。分形维数衡量的是形状填充空间的效率。一条普通曲线的分形维数是1，因为它只是1维的线。一条填满整个平面的曲线，如果它足够曲折和复杂，的分形维数可以接近2。海岸线的分形维数大约是 1.25， 这意味着它比一条直线更复杂，但还没有复杂到填满整个平面。英国海岸线的分形维数告诉你，如果你试图用数学模型来描述海岸线的长度，你会发现它的填充效率介于线和面之间。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学游戏，分形维数可以用来区分不同类型的噪声，分析心电图、信号，评估股票市场的波动模式，甚至可以用来检测图像中的边缘和纹理。最有意义的应用之一是在医学领域。1980年代，医学研究人员发现，健康心脏的心率变异具有分形特征。心率在时间尺度上的波动模式展示着自相似性，类似于海岸线的粗糙纹理。但心律失常的心脏心率变异失去了这种分形特征，变成了更简单的、有周期的或者纯随机的模式。医生们开始使用分形分析来早期检测心脏疾病。这一章的最后一个启示，也许是混沌和分形教给我们关于自然的最深洞察。混沌不是人工数学家的发明，而是宇宙编码的基本语法。当我们看到一片云、一条河流、一棵树的形状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物理过程的结果，而是宇宙在基本层面上使用同一种几何语言的证据。混沌和分形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着比线性思维所揭示的更深层、更统一的秩序，一种在混乱中显现的秩序，在无序中编码的秩序。第8章，从三体到宇宙，混沌是否否定了自由意志？刘慈欣在《三体》中描绘了一个永远无法预测的三体世界。3颗太阳在引力作用下无规律的运动，行星上的文明在恒纪元和乱纪元的交替中挣扎求存。这不是纯粹的科幻虚构，而是一个有着深刻数学背景的故事。早在1912年，数学家亨利·庞加莱就在研究三体问题时，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3个天体在万有引力作用下的运动方程是不可解析求解的。这意味着你无法写出一个公式，直接代入初始条件就得到任意时刻的位置。庞加莱的发现是混沌理论的先驱，比洛伦兹的正式发现早了半个世纪。庞加莱意识到，三体问题之所以不可解，不是因为当时的数学方法不够先进，而是因为这个问题的数学本质就是如此。3个天体之间的引力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高度非线性的系统，这个系统的轨迹对初始条件极度敏感。3颗太阳的初始位置和速度只要有微小差异，行星的命运就会完全不同。行星可能在一个稳定的轨道上运行，也可能被甩向宇宙深处。三体问题的混沌性质在1990年代得到了更深入的研究。天文学家发现，太阳系中的行星轨道在短期内是可预测的，但在数亿年的时间尺度上表现出混沌特征。这意味着，虽然我们能准确地预测下个世纪的日食和月食，但我们无法准确预测10亿年后
火星的位置。冥王星的轨道在过去几亿年里可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变化部分源于它与其他行星的引力相互作用中的混沌效应。但这里出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哲学悖论：如果宇宙在根本上是不可预测的，那我们的自由意志还有意义吗？更进一步，既然混沌意味着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导致结果的巨大差异，那我们的每一个选择是否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命运？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拉普拉斯妖的覆灭告诉我们，宇宙从根本上不是决定论的，即便没有量子不确定性，混沌效应也足以让长期预测变得不可能。所以，我们的世界不是一台所有齿轮都严格啮合的机器，而是一个充满开放可能性的动态系统。但混沌是否支持自由意志，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自由意志。如果我们把自由意志定义为我的选择不受任何物理定律约束，那么混沌不会给你这种自由意志。你的每一个选择仍然是由你的神经元的物理状态和化学反应决定的，只不过这些状态和反应太复杂了，无法预测。但如果我们把自由意志定义为未来是真正开放的，不是预先注定的，那么混沌恰恰给了我们这种自由意志。因为混沌意味着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未来都不是唯一确定的。混沌系统中存在着多个可能的吸引子，系统倾向于趋近的多种状态。在任何给定时刻，系统的未来走向都取决于微小的扰动，而这些微小的扰动是不可控的，也是不可预测的。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安慰。如果宇宙真的是决定论的，如果你的每一个选择都只是宇宙早已写好的剧本，那么选择本身就失去了意义。但混沌告诉我们，剧本还没有写完，你的每一个选择，今天选择早睡而不是熬夜，选择喝一杯水而不是咖啡，选择读这篇文章而不是刷视频，都在把系统推向不同的吸引子。你不是宇宙的囚徒，你是宇宙演化的参与者。更令人深思的是，混沌给了我们一个关于意义的全新视角。意义不是存在于确定的未来中的东西，而是存在于开放的可能性中的东西。如果未来是完全确定的，那么它不过是过去的延伸，没有真正的新东西。但混沌系统不断产生着不可预测的新的模式、新的状态、新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开放的创造性，使得生命、意识、文化成为可能。从混沌的角度来看，宇宙不需要一个全知全能的精灵来书写它的命运。宇宙本身就是一个持续创作的艺术家，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新的惊喜和新的可能。而我们作为宇宙的一部分，也参与着这个永不停歇的创作。当你听到这里，窗外的夜色可能已经很深了，城市的喧嚣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远处偶尔传来的车声和近处你自己的呼吸。让我们在进入梦乡之前，一起思考一下混沌理论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课。混沌理论给人类的最深刻教训，不是告诉我们世界是不可预测的这个事实。早在混沌理论发现之前，哲学家们就已经讨论过了。混沌理论
给我们的最大礼物，是告诉我们不可预测性本身可以被研究、被量化、被理解。费根鲍姆常数、洛伦兹吸引子、里亚普诺夫指数，这些冰冷的数学概念其实是人类与不确定性搏斗的武器。它们不是关于放弃的数学，而是关于理解的数学。当我们发现一个系统是混沌的，我们并没有说这个系统是随机的、无法理解的。我们说的是这个系统以混沌的方式运行，这里是它运行的规则，这里是它量化的参数，这里是它预测的边界。这就是科学最深刻的智慧，把未知变成已知，把不可控变成可理解的混沌，告诉我们，不确定性不是知识的终点，而是知识的起点。今天，混沌理论已经渗透到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让我们来列举一些它最令人惊叹的应用。在心律学领域，医生们发现，健康心脏的跳动并不是完全规律的，心率在毫秒级别上有着微妙的不规则性，这种不规则性具有分形特征，而心律失常，心脏以一种混乱无序的方式跳动，正是混沌失去控制的体现。医生们开始使用混沌分析和控制技术来诊断和治疗心律失常，通过微小的电刺激来引导心脏回到正常的混沌状态。在气象学和气候学领域，混沌理论让气候学家能够更诚实地报告他们预测的不确定性。他们不再试图给出下个月一定比往年冷这样的精确预测，而是给出概率分布和可能范围。公众也开始理解，天气预报给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今天有70%的概率下雨，带把伞总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经济学领域，混沌分析被用来研究市场泡沫和崩盘。市场价格的波动在短期内表现出混沌特征，微小的事件，一次意外的新闻，一笔大额交易，可能引发价格的大幅波动。混沌模型帮助经济学家理解了为什么市场泡沫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破裂，因为混沌系统的状态在接近临界点时会变得更加敏感和不可预测。在生态学领域，混沌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物种的数量会在毫无外部干扰的情况下出现剧烈的起伏。种群动态本身就是混沌的，而不是由疾病或气候等外部因素引起的。这让生态保护者能够以更复杂的视角看待物种保护问题。在量子混沌这个前沿领域，物理学家正在探索混沌和量子力学之间的深层联系。经典混沌系统在量子尺度上的表现，量子混沌揭示了经典物理和量子物理之间深刻的对应关系，也为量子计算和信息处理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开始意识到，混沌不是例外，而是宇宙的默认设置。从微小的原子到浩瀚的星系，从单个细胞到生态系统，从人类大脑到全球经济，混沌无处不在。它是宇宙编码的基本语法，是自然运行的核心模式。晚安。